Rear wheel drive 就是 rear wheel drive 啊。Go！ 非常感谢 Cycle and Carriage Malaysia 让我到 Cycle and Carriage 位于 Glenmarie 的 showroom 去把这辆车子给借出来。那 Cycle and Carriage 在全马一共有11间的服务中心，而 Glenmarie 这间最特别之处就是在于它是有 Body and Paint Center 的，它下面可以帮你的车子喷漆啊，做一些基本的东西，所以让你在车子在维修的时候也可以去 touch up 一下这样子啦。不是每一间 Cycle and Carriage 都有这个服务的。所以很明显的，在我身旁的这个就是改款版的 W213 E-Class。那改款版 W213 E-Class 主要分为几个重点。第一个就是 reboot 它的 engine line up， 第二个就是它用了全新的这个 steering wheel 方向盘，第三个就是它用了 MBUX 系统，就是最早在 A-Class 上面看到的。第四个呢，就是它加强了它的这个主动式安全辅助系统。所以影片开始之前，记得订阅 subscribe 我的频道，也要 follow 我的 Instagram account and let's go。现在是中午1点35分，也就是一天当中阳光最 harsh 的时候，然后这辆车又是白色，所以你可想而知整个多么的炎热啊。OK， 所以这个E-Class 呢，大家想到 E-Class W210 就是大小眼， W211 就是斜一点的大小眼，那 W212 呢就是尖尖的大小眼，然后 W212 的 facelift 过后就变成一体式的车头灯，就到这个 W213 了。那这个 W213 的改款版呢，我不确定国外版本，可是马来西亚呢是不再有这个 elegance， 也就是小标的，所以它不是那种横条式的 chrome 的那种 front grille， 然后 logo 是小个的，它全部是大标，所以100叫 Avantgarde， 所以以前 Avantgarde 就是大标 ，elegance 就是小标，300叫 AMG Line， 所以 AMG Line 就有这样子的前格栅，然后用了这种钻石型的水箱护罩，就如果你买到E63S， 它就是 Pan Americana Grille， 也就是 Radiator Grille。那大灯系统方面 ，E200 用的是 High Performance LED，E300 就是这个 Multi Beam LED 车头灯。然后跟改款前不一样的是，它多了 Extra Range 的功能，也就是照射距离范围、科技感都是更加的强。所以 Multi Beam 跟 BMW 的 Laser Light 可以说是汽车世界里面数1数2的大灯系统了。假的风网只是 plastic 做美好看罢了，它是有空气导流的哈，它是通的，它不是那种做实做美不好的。一般上德系品牌在做 facelift 的时候都不会对它的 dimension 做出什么改变的，所以车身轴距同样是 2939mm， 比 GT5 Series 短了39mm， 车长跟车宽一样，比 GT 还要再小一点点，但是车子的高度就比5 Series 还要来得低，所以2900mm 以上的轴距也是标准的 E segment sedan 的一个尺寸来的。E300 用的轮胎是Goodyear Eagle F1 轮胎，然后它是一个 Run Flat 的施压续跑胎，尺寸的话，它的前面是24540R19， 后面是27535R19， 所以它是一个后面大过前面的标准 Rear Wheel Drive 车子一般会采用的配置来的。所以我之前每次讲AMG Line 的车子，你不会看到任何一个 AMG 字样是错的，因为 Sport Rim 有 AMG，Carpet 也是有 AMG 的 logo 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到，虽然车子是白色的，可是车顶是黑色，就变成一个 two tone design 这样子。所以像我刚才前面讲的，改款版 E-Class 换了新的 steering、新的 touchpad， 但是真正让人家一眼就看得出的就是它的车尾造型，因为以前的 E-Class 它的车尾造型这边是比较圆的，而这个就是比较瘦、比较长、比较扁。这个是让你一眼就知道，哇，这个是改款版了，不是改款前的。这边用的是 Chrome， 这边是 Chrome， 然后这边有 exhaust pipe 嘛，不过它是 fake， 我手上没有数字。它有没有 foot sensor 的 power tailgate？ 没有，不过它有 power tailgate， 然后你可以开起来，透过 button 再把它关闭。改款版 E-Class 同样有540 litre， 比 GT5 Series 我讲的是 530i 多了10个litre。然后下面有没有 spare tire？ 肯定是没有的，因为我刚才已经讲了，它用的是 Run Flat 施压续跑胎。它这边你可以把前面的椅子倾倒，然后进一步的去提升你的增加你的行李箱空间啊。所以这边有这个60/40分离倾倒功能。我的身高是178cm， E-Class 还是 E-Class， 它的后排的腿部空间非常的大。因为现在这个椅子我是把它调到比较靠后了的，所以我要翘脚还是有相当大的空间。那我自己很喜欢的就是这个 E300它是有 sliding sunroof 的，是前面一片后面一片，中间有一条鼓样子，所以你不能讲它是全景式，不过
almost there 了啦。它有冷气出风口，可以调整温度，而且这个 Biller 这边有冷气送风送过来，所以它是4管齐下手动的遮阳帘，所以遮阳帘这个是一般上E-segment sedan 很普遍的东西。因为这是一个后轮驱动的车啊，所以中间这边隆起来的地方相当高啊。相较于新的前格栅跟新的车尾灯，内饰的变化就不是这么明显。当然，你一上车就是看到这个全新的 Mercedes Steering， 它是一个touch sensitive 的 steering， 就跟之前那个用 BlackBerry Trackpad Button 的那个有一点不同。其实我觉得本来的那个改款前的 Steering 已经是非常好用的一个 system 了的。那这个我刚才这样子使用一下，其实也是我觉得改款前比较好用啦，所以我相信未来的新的 C Class 也是会用这样子的 steering wheel， 排档杆一样是在这个 PNRD 全部是在这边的，它用了跟 A Class 一样的 MBUX 的系统，就没有那个拖出来的旋钮这样子。然后这边一样是有这种黑色的开孔式木纹，冷气出风口一样是圆形的，没有变化。它有没有 Air Balance 香水的净化系统？没有。我第一次试到 E-Class 系列的有香水系统呢，就是在 CLS 450。当然，它还有另外一个最厉害的东西，就是它的音响系统。因为这辆车子是有590瓦13个 speaker 的 Burmester Surround Audio System。这个590瓦13个 speaker 就能够跟 BMW 的 Harman Kardon 音响 fight。但是其实这个音响还不是 Mercedes E-Class 最atas的，它还有一个1450瓦23个 speaker 的 Burmester 3D High-End Audio System。 你看 E-Class 都已经塞了13个 speaker 了，那个 High-End 的有23个 speaker， Everywhere speaker 那一种。不过据我所知，马来西亚就算你买到100多万的 E63， 它还是标配这一套音响系统。所以 basically 这个 E300 的 spec 跟 E63 是没有跑太远的啦。不管你买到 E200 还是 E300， 你都可以拿得到 Napa Leather 包裹的方向盘，都一样有 Blind Spot Assist 盲点警示系统。但是就 E200 的话就没有这个 Active Lane Keep Assist， 这个车子就有，而且它有 Distronic。E300 呢，它是有 Live Traffic 功能的，因为它里面是内建 4G SIM 卡，你可以上网，所以它是一个 Online Map。除此之外，你也可以用 online 做很多的事情，像Mercedes Me 的功能啊，可以透过手机来查询车子的一些资讯等等。这个电子仪表板呢，它可以给你调整它的 pattern。不过这个东西，如果你看过我之前介绍 A Class、C Class，basically 是 lebih kurang 的东西，都是可以给你调整。像 Sport， 还有 Classic、Progressive 跟 Understated， 超级无敌宽屏荧幕。中间是没有东西的啦，所以这个跟5 Series 就可能会有很大的不同。所以5 Series 改款过后，荧幕变得很大，所以就可能可以跟它 fight。把 E-Class 毕竟 E-Class 它还是 E-Class， 所以我觉得这个改有一点就是为了改而改了，真的是我觉得已经本来都很好了，现在就更好呀。只是我唯一不喜欢的是它已经没有掉那个时钟了，所以最好给一点实体的东西，可能会比较大一点啊。没有，我们看下一代的 E-Class 可能会变成像 C-Class 这样子，就中间一整块荧幕这样子了。对啊，希望那一天不要这样快来到了。OK， 看。在我上路试驾之前，我要再一次感谢 Cycle and Carriage 的邀请，让我来到 Cycle and Carriage Glen Marie 的 showroom 这边，试驾这个 E300。那我隔壁这个其实是 E200， 因为他们问我你要 E300 还是要 E200。那我想说，因为我只有一个人，我就先拿 E300 先，可能下次有机会，再给大家看 E200。哇 ，E-Class 就是 E-Class， 没有得讲了，也不用讲太多那一种 technical 的东西，你只要上路开到 E-Class， 它就给你一种 status， 一种 executive 的 status 在那边。不管你买到 E200 还是 E300， 它用的都是 2.0 litre 的4气缸 turbo 引擎，它是一个 single twin scroll 的 turbo， 不像以前说可能 E300 就是 3.0 litre V6 这样子，所以时代已经不同了。even 你去到 E350 的话，它也是 2.0 litre 4气缸 turbo 引擎的，所以这个就是 Mercedes 随着时代已经是一直在 downsizing 了啦，不懂哪一天会不会 E300 也变成 1.5 litre。Who knows？ 这个 E300 它有255个 horsepower 和370 Nm。如果你买到 E200， 就是那个便宜了48000块的 E200，你可以有194 horsepower 和320 Nm， 就是比这个 E300 在动力数据再小一点点。不过对我来讲呢，如果你驾着 Mercedes，
然后100-200还是100-300都好，其实如果你不要side by side，就是从100-200跳上来C300的话，你不会觉得100-200没有力，那你也不会觉得100-300特别有力还是怎样子。除非你是说高速行驶，你要上 highway 跑到很 high speed， 你才会 feel 到这个194 horsepower 跟255 horsepower 有什么不同。OK， right。So before 清灯之前呢，我先看一下它有什么 dynamic mode 啦，像它这边有 Eco、Comfort、Sport 跟 Sport Plus， 这个跟改款前都是一样的。还有 Individual Mode。Individual Mode 里面呢，它有3个东西给你调整罢了，因为它不是什么 AMG E53还是 E63S， 所以注意啊，这边是不可以给你调整它的 Suspension 悬挂系统的，因为它用的这个 Suspension 叫 Agility Control Suspension， 而不是什么 Air Body空气悬挂系统，所以你是不能够把车子升高或者降低的。可能有一些人会觉得这个 facelift 过后没有这个东西，会不会说有一点偷 spec 有点 cut spec 这样子啊？那我自己的理解是这样子啦，因为根据我对 Mercedes-Benz 车主的了解，其实这个 Air Suspension 呢，它是一个很厉害的东西，不过有些时候它不是一个很 practical 的东西。第一，因为 Air Suspension 它的维修保养成本是比较高的。然后你说高速的时候车子可以降低比较稳，那其实 E-Class 本来都很稳了的啦。然后你说烂路车子可以升高，可是其实 E-Class 就是我觉得它不是一个必需品，懂吗？如果你可能是 GLC 或者你是 GLE， 这样我觉得 OK。Air Suspension 才有这个存在的必要它其实是有搭配 48V 的，可是 Malaysia 的版本我在 press release 没有读到任何一个关于 48V 还是 EQ boost 的这个东西，所以据我所知 Malaysia version 的是没有加入这个48伏的，所以这个引擎是一个相当 pure， 不会讲干净电动车才可以讲干净嘛，它是一个相当 straightforward 的，就是 engine 罢了。不好就是可能你觉得它不够先进啦，但是好就可能保养费是比较 OK 的，因为我们讲少一个东西就少一个东西烦嘛。know what I mean？ OK， 所以这辆车子我现在在 Glenmarie 这边，因为路很烂所以路烂的好处就是我们能够去体验它的 suspension。E-Class 它的0到100是 6.2 秒，所以没有 launch control 啦，是吧？Oke, cukup hebat. Rear wheel drive 就是 rear wheel drive E-Class memang E-Class。退潮之后才知道谁在裸泳，烂路上面才知道 suspension 会使还是不使。讲真的，我觉得 E-Class 真的有它厉害的地方，虽然它没有 Air Suspension， 这个 rim 是19寸，200是18寸，可是19寸就19寸，它还是相当的 comfort。当然因为车子的底盘你知道德国车无论它多 comfort， 它还是会有那一种硬底子功夫，最擅长金钟罩铁布衫。很多人都有一个感觉会觉得说，其实 E-Class 的竞争对手，照理来讲是5 Series 或者是奥迪的S6、S7、Volvo S90 等等 ，technically 是这样子啦。可是根据我对 Mercedes-Benz 车主的了解呢，其实 E-Class 它最大的竞争对手是 GLC， 因为他们的价位都在300到350千左右，所以大部分会买到 E-Class 的。很少是 new to Mercedes 的，他可能已经有驾过 C Class， 他可能已经有驾过 A Class 各种 level 的 Mercedes， 然后他要 upgrade 去 E Class， 所以当他要 upgrade 的时候，300多千，他到底要买一个看起来好眼的 GLC 300或者 GLC Coupe， 或者是他要买回可能会让人家感觉到有一点安哥的 E Class， 不同啦 ，you know E Class 是一个 rear wheel drive 的车 ，I mean 你买到 E53、EV63 它有 4MATIC 4轮驱动。But 对我来讲，这种 executive sedan rear wheel drive is good enough。不要讲什么 GLC 我们讲 C Class。No。轴距2900多 mm 的这个轴距，车身的刚性稳定度，这个真的是不在话下。你在 brake， 你在摆动的时候，
哇，稳到没有朋友那一种。哇，很爽。虽然它没有那种直六气缸的引擎发出来的声音 ，but for me 这个E300的2.0L的4气缸，搭配 Mercedes 的9速自动变速箱，我觉得是非常的成熟了的，因为它毕竟是一个 facelift 的车款了。我记得我上次第一次我做E200的 test drive video 的时候啊，我在 Aircon 这个 airbag 里面听到一些细细数数不知道哪里来的声音 ，A 柱这边也有。可是就我这样子驾来讲，我觉得这个改款过后已经大大解决掉这个问题了。如果你没有驾过后轮驱动的车子，你是不太能够明白什么叫 weight distribution 的，就是重量的这个分配啊。因为前轮驱动的车子呢，有时候车子会头重脚轻，可是这种 rear wheel drive 的车子呢，它会相对来的 balance。OK， 如果我的时速在110的话，我的 RPM 大概是1700转左右这样子罢了，1700、1800。所以 Nice Speed Automatic Gearbox 就是有给你这个好处。那我现在来试看一下它的这个 Distronic 啊，就是所谓的自动跟车的自动巡航系统。所以你可以透过这个 button 这边呢，你可以去调整说你跟前方车子的距离。所以你可以看到它会根据这个马路的线来摆它的 steering。就你动到线的时候，它会帮你熬回来，因为它是有 Active Lane Keep Assist 的。而且你也可以选择调整你跟前方车子的距离，所以当这个 system 它打开的时候呢，你可以透过仪表板知道你跟前方车子的距离是多远，所以前面的车子 brake 它会 brake， 前面的车子走它会走。不过这个只是一个 assist 你罢了，你的手还是要放在 steering 的啊，才有。corner。在我做结论之前，要再次感谢 Cycle & Carriage， 让我到 Cycle & Carriage Glen Marie 去把这个 E300 给驾出来。现在 E-Class Facelift 有 E200 跟 E300，E200 是326,000 ，E300 是375,000，这个价格是 Before SSC 的价格。所以我觉得呢，这个 E-Class 的动力数据，无论是 E200、E300，我觉得都是可以了的。娱乐系统，我觉得可以说是精益求精。当然，如果你原本是习惯 Mercedes 了，这个基本上没有问题啦。你一刹车用2下，你就能够上手了的。同级别的豪华品牌来讲，我觉得 Mercedes 的 Infotainment System 是最容易使用。驾驶系统肯定没有东西讲了的，因为 MRA 底盘 Mercedes E-Class 后轮驱动系统，无论是走直路、高速公路还是过弯，它都能够给你一个相当有信心的保证。OK， 所以希望接下来有机会试驾到更多不同的 E-Class， 也要请还没有订阅的朋友帮忙订阅这个频道，也要 follow Instagram account。And see you in my next video. 3, 2, 1, cut. W210、W211、W212，在路上你都经常会看到，所以我觉得 E-Class 的车尾灯，就是因为它车子非常的，你知道它非常的宽嘛，所以你很难会搞错这个是 C-Class 还是 E-Class 这样子啦。OK， 飞机来了，这边是苏邦 Airport 了。然后不论是200、300，它都是 rear wheel drive 后轮驱动。大是大，不过舍单就是有这个问题，太窄了，这边东西很难下，放花盆你就知道了，出不来。哎，哇，很热，很热，很热，哇，烫啊！